大哥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幸好有这位大人出手。小妹，快来拜见这位灵师大人。见过灵师大人。大人，这是我小妹血童，她也是一位灵师，虽然还没有得到灵师堂的认可，但在实力上已经勉强可以达到1星层次了。看大人的样子，应当是准备返回附近城邑的吧？对，我们小队也是，不如大人跟我们一同动身吧。哼，他让我跟他们一同返回城邑，是想在途中替他小妹创造机会，让我指点他。好，咱们一起动身。这天灵大陆的灵师都是从小开始培养的，为了成为灵师而不断的努力，他们对意识的操控也非常熟练，只是不曾拥有像我这般高深的五兽控灵诀而已。真要说起来，其实这血童是在指点我才对。无双大人，马上我们就能离开这片森林了，出了森林再有1天路程，就能够到达附近最近的城邑。嗯，无双大哥，怎么了？有人来了，而且人还挺多的。难道是跟我们一样来这片森林闯荡的小队？不对，看他们的样子，并非是冲着那些凶兽来的。这是饿狼帮。饿狼帮？饿狼帮是活动在这片森林内的一股盗匪势力，他们专门劫杀来往的强者小队。这数百年来，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没想到我们小队竟然会这般倒霉，会碰到饿狼帮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小妹，待会儿若交起手来，你与无双大人赶紧逃，我会想办法替你们创造机会的。大哥，妹儿，这些人的境界可都感应清楚了？一共9个人，最强的也就3位2级神将，其他人都只是1级神将，还有一个更是连神将都没有达到。不过他的意识不错，似乎是一位灵师，但也只是1星灵师。竟然还有个灵师？就这样的实力，没必要跟他们废话了，直接出手，全杀光了。赶紧逃！真是麻烦。什么？这是意识攻击？是灵师，他们当中有灵师。妹儿，怎么回事？没想到这支小队当中竟然有2位灵师，而且这一位灵师竟然连我都不曾感应到。不过我虽然没能感应到他的存在，可他的意识攻击却也不强。他刚刚那一招无比强横，但也只灭杀了1级神将，而2级神将他却杀不死。显然他的意识层次也不算太高，顶多也只是一位2星灵师，而且刚跨入不久。2星灵师，那便交给你吧。没问题。终归是太过生疏了，并我刚刚那一招在途中便已经要溃散了，要不然这一招下去，这些饿狼帮的人怕没几个人能活下来。没想到你们这支小队当中还有一位2星灵师的存在，不知这位2星灵师叫什么？剑无双。剑无双。在这森林附近比较有名的2星灵师我都知道，却不曾听说过你。看来你也只是刚刚突破2星灵师不久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加入我饿狼帮，这样你也可以保住一条性命。你现在要是老老实实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，我也可以饶你一命。找死！好家伙，这人对意识的掌控比血童还要强。怎么可能？3星灵师？3星灵师？该死！我们走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未免也太舒服了。
这速度！小子，你一个灵师，竟然敢跟我近身厮杀！死！蝶影。怎么可能？怪不得天灵大陆上灵师会比同阶战士要强。原来并不是这些灵师强，而是这些战士的实力太弱，神力太弱，也就是比一般的二重天巅峰界神强个2-3倍罢了。至于绝学上，他怕是根本不知道绝学是什么。逃！无双大人，你们都没什么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不过这次若非大人您出手相救，我们怕是没人能够从恶狼帮手中逃掉了。而且大人您还斩杀了那恶狼帮首领，也算是为我们除了一大害。这事若是传播出去，周边几个城邑无数的修炼者都得对大人您感激涕零啊。我只是顺手斩杀了他而已，不算什么吧。好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继续出发吧。是。无双大人，请你收我为徒，血统今后必将一生一世侍奉于你。无双大人，小妹平时还颇为乖巧，而且在意识方面也有一定天赋，还望大人您能够收下她，我血风小队都将感激不尽。无双大人，收徒的事还是免了吧。无双大人，既然你不愿意收小妹为徒，那是否认识其他的灵师，有没有可能让他们……哥，抱歉，无双大人，是我唐突了。雪峰，你为何会这般迫切想要你妹妹拜入灵师的门下？无双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之所以希望小妹能够拜入一位强大的灵师麾下，那是因为我们兄妹二人身负血海深仇，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家族，包括我们所有的亲人，都在一夜之间被杀死了，全族就只剩下我们兄妹二人逃出来。这些年，我们兄妹二人一直都将这份仇恨牢牢地记在心底。可惜我不争气，我终身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者，更不可能报仇，所以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妹身上。小妹她在意识方面有一定天赋，若是她能够拜入一位强大的灵师手下，那绝对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栽培，将来说不定也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灵师，乃至3星灵师。到那时，她就有了复仇的能力了。我不会收徒的，但是今后要是碰到合适的灵师，我可以替你引荐一下。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。哎，对了，这森林周边的城邑可有灵师堂存在？在附近的城邑里面，唯一有灵师堂存在的，就只有白羊城。大人若是想去那儿的话，我们可以领你一起去。正好，小妹也是时候去灵师堂参加考核，成为真正的1星灵师了。那就一起去吧。无双大人，那便是灵师堂了，你与小妹一同进去便是，我们就在外边等着了。这些个人竟然都是为了成为灵师来的。无双大人，我们也去排队吧。你先去吧。1个呼吸的时间，用你的意识将这枚晶石充满，便算通过基础认证。之后你就有资格参加1星灵师考核了。还不错。带着这枚令符，在一旁先等着，待会儿会有人带你去参加考核。多谢。下一个，您也是一样，1个呼吸时间将这门晶石充满。你这晶石只能用来认证1星灵师吧？这位先生莫非想要认证2星灵师？2星灵师？不，我想认证3星灵师。
3星？大人想要认证3星灵师？怎么？难道不可以吗？不是，可怎么回事？何大师，是何灵师？这可是我白阳城内唯一一个2星巅峰灵师啊！何灵师？何先生，是这位先生，他想认证3星灵师。3星？老夫何尝见过小友，不知小友名讳。剑无双。小友，3星灵师在天灵大陆上已经是无比高端的存在了，而我这小小的白阳城内还不曾具备认证以及考核3星灵师的能力。不过老夫却可以联络灵师堂总部，让他们派人前来。只是在老夫传讯联络之前，我却必须得知道小友是不是具备参加那3星灵师考核资格才行。这个可以。那就请小友稍微展露下你的意识吧。好强的意识！小友的意识的确强横，比之寻常的3星灵师还要强。不过，如果老夫没看错的话，小友对意识的运用手法似乎不怎么熟练呢。我一直待在深山中磨练自己的意识，却很少跟人真正交手，所以对意识的运用确实有些粗糙的。原来如此。以小友你现在的意识和强度，的确已经达到了3星灵师的标准。然而小友想要通过3星灵师的考核，成为真正的3星灵师，却还有所欠缺。哦，这欠缺的应当便是意识的运用吧？对，据我所知，3星灵师的考核标准不仅仅是需要足够的意识强度，对意识的运用方法手段同样也有极高的要求。在这一点上，小友的确是欠缺了一些，所以纵然老夫传讯给总部，让他们派人前来，最终也只能无功而返。这位大人，在意识强度上已经达到了3星灵师的要求，仅仅只是意识的运用还差了一些。可惜了，差一点就能见到真正的3星灵师了。意识强度都达到要求了，至于那意识的运用只是技巧而已，孰能生巧？这位剑无双大人成为3星灵师也是迟早的事。剑无双小友，老夫倒是有个建议，不知小友是否愿意听？说说看。意识的运用是需要不断去熟练的，而我白阳城的灵师堂里边也有不少灵师，其中还有几位2星灵师。小友若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成为我白阳城灵师堂的客卿，就留下来，平日里可以跟这些灵师们交流，甚至是切磋，用来熟练意识的运用。等过段时间，小友对意识的运用已经无比熟练了，我再向总部传讯，让他们派人前来给你安排3星灵师的考核，如何？客卿？可以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从今日开始，小友便是我白阳城灵师堂的客卿，其地位跟我相当。哎，对了，何灵师，这个小丫头是跟我一同前来的，你看看是否能够把她留在灵师堂内，并且安排一位灵师教导她。既然是小友亲自吩咐的，那自然是可以。老夫会安排一位2星灵师亲自指点他，若是他在意识方面真有天赋，今后在我灵师堂自然不会埋没。
那就好。天灵大陆，无尽岁月带来这么多的修炼者苦心钻研，他们对意识的理解与运用的确非凡。相反，这天灵大陆的战士就差太多。不过这应当跟他们的修炼体系有关。论意识运用手段，我用的是五兽控灵诀，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都算极其珍贵的了。这天灵大陆上应当没有几个灵师能够比得上。我所欠缺的只是熟练度而已。只要将五兽控灵诀慢慢熟练，我的灵魂攻击才能够真正将威力发挥出来。既然要熟练，就要不断的实战。这灵师堂的灵师不少，就用他们来给我当实战磨练的对象。听说了吗？今日剑无双大人跟罗显灵师交战，罗显灵师竟然败了，而且败得非常快。当然听说了，剑无双大人跟罗显灵师都用普通2星灵师的意识强度，两人纯粹比拼意识的运用手法，可罗显灵师却败得很惨。我记得30年前剑无双大人刚来灵师堂的时候，他对意识的运用手法可是非常生疏的。短短的时间，进步竟然这么大，竟然连罗显大人都不是他对手了。其实单论意识运用的话，罗显大人比剑无双大人还要熟练，可惜剑无双大人的运用手法却非常高深，远比罗显大人的驱灵法要强多了。的确。以魂化灵，这五兽控灵诀我算是入门了。现在的我单凭灵魂之力，应当便足以跟一位3重天高等界神正面厮杀，甚至赢的可能性还不低。这还仅仅只是入门罢了，若是修炼到大成，要继续修炼，争取在星辰宫弟子展开争夺战之前，将这一法门修炼到大成。无双小友，何令是？小友，灵师堂总部的人已经到了。啊？3星灵师。无双小友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2位便是来自总部的冯涛大人跟霍毅大人。2位有礼了。你便是剑无双。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，咱们直接开始认证考核吧。可以啊。这是专门用来检验3星灵师意识强度的水晶，你试试吧。深紫色，3星巅峰灵师。2位，这一步应当没什么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阁下的意识强度已经达到了3星巅峰灵师的层次，按道理完全可以直接成为3星灵师的。不过规矩还是规矩，所以还得阁下展示下意识的运用手段。如何施展？很简单，你我都只用正常3星灵师的意识强度切磋一场，由我与黄义兄共同判断阁下是否能够成为一名3星灵师。这么简单？那直接开始吧。阁下，我们去个宽敞的地方。阁下，小心了。单凭意识形成如此巨大的青色巨人，3星灵师果然非同一般。这青色巨人的确很强，可我这玄龟的防御却更强。好强的防御！剑无双，这是针对你的考验。你若一味的只知道防御，这考核你是过不了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便出手了。魔龙！五兽控灵诀，这魔龙可是五兽当中最疯狂的。3头，你有3头青色巨人，哼，难道我就不能有3头魔龙吗？
厉害。承让了。霍毅，我们刚刚的对决你都记录下来了吧？都已经用镜像画面记录好了，包括之前他将意识涌入水晶的场景。那就好。咱们可以回去交差了。简无双，我二人会将你的考核过程带回总部，等总部高层强者亲自认证，认证过后我们再将结果给你带来。这么麻烦？你若是嫌麻烦，大可以跟我们一同回总部，那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，而且总部当中强大的灵师数不胜数。你也可以选择留在总部，在总部当中修炼，效果可比待在这小小的白羊城要好多了。去灵师堂的总部？好，就去灵师堂的总部。什么时候出发？马上吧。简无双，这里便是我灵师堂的总部，领导所在了。领导是我灵师堂的创始者魔羽真神所创，同时魔羽真神还是我天灵大陆公认的第一强者，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。由他所创的秘术18修罗地狱，也是我天灵大陆最强的意识攻击秘术。魔羽真神18修罗地狱，据说魔羽真神还去过天灵大陆之外的世界。啊？简无双，我二人先将你的考核结果送上去，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会儿。好啊。深紫色光芒，他的意识强度已经达到了3星巅峰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玄龟，这玄龟防御能力好惊人，还有那魔龙也是，还真够疯狂的，连风涛的青色巨人都被轻易击溃了。对意识的运用也还不错。去吧，将这枚臂章给他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也是我灵师堂的一员了。简无双，恭喜你了。这是3星巅峰灵师？你的意识强度已经达到3星巅峰层次，当然是3星巅峰灵师。领导上虽然有着众多的灵师存在，但达到3星巅峰的却并不多呀。哎，对了，两位，在这领导上是不是经常会有灵师切磋对战？当然有，而且非常频繁。怎么，莫非你想跟人对战？我之前一直在深山当中修炼，提高意识强度，却几乎不曾跟人交手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，当然要跟其他灵师们好好交流交流。这个简单，领导上就有专门的斗灵场，平日里很多灵师在那儿对战交流的，我带你去便是了。这一次闭关足足用了1800年，哼哼，时间倒是挺长的嘛。不过虽然用的时间比较长，但那一招我总算是能够施展出来了。哼，母亲大人若是知道，肯定会非常高兴才对。1800年不曾舒展筋骨了，先去斗灵场瞧瞧。北修大人，见过北修大人。哦，玄龟，实力不错嘛。北修大人，这个人叫剑无双，是昨天才到灵岛的。而他一到灵岛，就选择来这斗灵场对战，到现在一天下来，已经持续进行10余场了。这到现在还不曾败过。不久前，金昂大人都亲自出手，但也未能击败他。金昂出手都没能击败他，
主要是这小子的防御能力极强，他用意识形成的那玄龟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景昂大人虽然在攻击方面比他强，但想要破开那玄龟的防御却是非常艰难，因为那一战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哼，原来只是靠着龟壳。血凤。紫虎，魔龙，玄龟、血凤、紫虎、魔龙，还差一个，还差最后一个。那最后一个应当是神元。莫非是他实力不够，无法将神元施展出来？肯定是。玄龟、血凤、紫虎、魔龙，这4手都已经出来了，而且施展的手法还这般相似。就算是巧合，也不可能巧成这样。五兽控灵诀，这是母亲说过的，她曾在那片浩瀚天地间见到过的五兽控灵诀。怎么会？连母亲都赞不绝口的五兽控灵诀，怎么会出现在一个3星灵师手中？去，替我安排下，我要单独与这剑无双见上一面。是。一次性进行10余场比斗，纵然是我的灵魂之力也吃不消了。剑无双大人，你是？我是奉北修大人之命前来，北修大人想与大人您单独一见。北修大人？哎，剑无双，北修大人是灵岛内一位站在最顶端的3星灵师，实力无比强横，仅次于真神。而且听北修大人，他还有着极大的背景。所以灵岛内纵然是一些真神强者，对他都是异常客气的。而对我们来说，这位北修大人绝对是一个大人物了。的确是个大人物，可惜却太高傲了一些。不管如何吧，既然是诚意邀请，怎么也得去见见。大人，请随我来。剑无双大人，这位便是北修大人了。无双兄是吧？我是北修，若是不嫌弃的话，直接叫我北修兄就是。北修兄，坐。刚刚在斗灵场，我正好看到无双兄你以1敌3，实力之强，可是让众人敬佩不已。北修不才，想与无双兄你交个朋友。无双兄，刚刚在斗灵场，我看到你那3位3星灵师对战，施展的意识攻击手段非常了得。而我这个人刚好有一个爱好，便是搜集天底下那些强大的意识攻击法门，所以不知无双兄是否愿意将你那意识攻击法门借我一关。要意识攻击法门？裴晨兄啊，我的意识攻击法门看上去颇具威势，可实际上层次其实不高。再者，这法门是我师尊传给我的，在传授时师尊便交代过，让我不得传授给其他人，包括我的亲传弟子，哪怕我的亲生儿子都不行。所以你这要求，我怕是恕难从命了。无双兄，先别急着拒绝。我既然需要你的意识攻击法门，那自然也不会让你吃亏。我会用别的法门来换取。这枚令符当中记录的法门，便是在天灵大陆名气极大的凤灵诀。这凤灵诀在天灵大陆各种操控意识的法门当中，足以排进前5，应当足以换取你修炼的那法门了。哦。若是无双兄觉得凤灵诀还不够，
那我便再加上这枚铜镜，如何？这铜镜是一件异世攻击宝物，而且层次不低。正常情况下，一名普通的3星灵师依靠着铜镜施展而出的异世攻击，威能绝对可以强上1倍。无双兄，你手头应该还没有类似于这铜镜的宝物吧？的确没有。那就是了。有了这铜镜啊，你的实力完全可以大幅度提升，在3星灵师当中也绝对可以站在最顶端，甚至将来还有机会冲击真神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师尊对我有大恩，他既然说不能把这门法诀传给任何人，我自然得听他的，所以你的好意我也只能心领了。无双兄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的那门异世攻击法门来历应该很不一般吧？我已经说过了，这门异世攻击法门是我师尊留给我的，不知北修兄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门法门不应该来自于天灵大陆之外吗？天灵大陆之外？这天灵大陆之外还有其他大陆或是世界吗？这小子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不知道？北修兄，我那门异世攻击法门是不可能给你的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事儿，那我便告辞了。我用凤灵诀加上铜镜去换取，他竟然拒绝了。哼，拒绝了又如何？你以为你不换，我就无法得到你手中的五兽控灵诀了？可笑！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那五兽控灵诀还得落入我的手里。这北修竟然认出了五兽控灵诀，而且还知道五兽控灵诀是来自天灵大陆之外的。还好，他只是看出我的五兽控灵诀来自天灵大陆，却没看出我也是来自天灵大陆之外的。而且我现在好歹也是灵师堂的3星巅峰灵师了，又在这灵岛内，那北修纵然有着极大背景，却无法明着对我来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的处境暂且还是安全的。尽管这样，但我还是得小心谨慎行事才行啊。五兽控灵诀大成，我的灵魂攻击变得比之前更加强横，令我的整体实力也有大幅度提升。可惜这么多年，我的灵魂之力的强度却依旧不曾突破那层瓶颈。剑无双、风涛、霍毅，你们2位怎么来了？我们2个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儿？霍毅，你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这段时间在修炼方面遇到了一些岔子，需要几枚荒晶辅助。但荒晶太珍贵了，灵岛内虽然有不少灵师拥有荒晶，可他们要价太高，我换取不起，所以只能自己去荒域猎杀那些荒兽了。荒晶？你来找我，莫非是想要我跟你一起去荒域吗？对，荒域啊，是天灵大陆最凶险的地方，其内的那些荒兽数不胜数，实力强大的也有很多。单凭我一个人想要去荒域猎杀荒兽，有些太不现实，所以我才找上了你跟冯涛，希望你们2个能跟我一同前去，这样我也能多出几重保障来。当然，猎到荒兽得到的荒晶，我顶多只要2枚，剩下的都归你们。而且只要你们肯帮我这忙，今后你们若是有什么吩咐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霍毅也绝不推辞啊！不过是陪你去趟荒域而已，可用不着你去刀山火海的。霍毅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越快越好。那就现在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便出发。终于舍得离开灵岛了吗？剑无双，你可是让我等了好久啊！我还以为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灵岛上。
既然离开了，那你这辈子就不用再回来了。是荒兽，那便是荒兽。哎，可惜啊，仅仅只是一头2阶荒兽。慢慢找吧。这里虽然只是荒域的最边缘，但依旧存在着一定凶险，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。剑无双啊，还是你厉害，我跟霍毅可完全奈何不了的。废话，剑无双可是3星巅峰灵师，又岂是我们2个3星初等灵师所能相比的？霍毅，还不赶紧去将荒精给挖出来！哎呦，荒精啊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这才第1枚而已，瞧你高兴那样。咱们有剑无双这位3星巅峰灵师在，这荒精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。你可别捧我了，或许能够对付一些实力比较弱的3级荒兽而已。要是碰到那些实力强的，我可对付不了。剑无双，冯涛，我有个建议。这片荒域很大，纵然只是边缘区域，同样也无比辽阔。而活动在这里的3级荒兽虽然有不少，可真要寻找起来却并不容易。咱们3人之前花费了数天功夫才找到了一头，而且这还是运气好的情况下。若是运气不好，说不定10天半个月，咱们都未必能够找到一头处于应付范围内的荒兽。所以啊，我建议咱们3人分开寻找，如何？分开来找到3级荒兽的几率确实要大上不少，可是碰到危机的几率也大幅度提升啊。剑无双还好，可你我2个若是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啊。放心，我们只要别分散得太远，且时刻保持传讯联系。一旦一人碰到危机，另外2个人就立刻赶过去救援，来得及的。这倒可以。那就分开吧。这头荒兽气息不强，应当只是刚成为3阶荒兽不久，比之我之前灭杀那一头还要弱上不少。对付它，我一个人够。第1枚天灵晶。剑无双，这天灵晶的确是不错的宝物，对提升你的灵魂之力也有一定帮助。若是有可能，你尽量多得到一些。知道。剑无双，快来救我！是霍毅在求救，赶紧过去。这怎么回事？冯涛竟然没有回讯。霍毅，你在搞什么？剑无双，别怪我，实在是北修大人给的条件太诱人了，我完全没办法拒绝。北修大人，剑无双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被算计了。修炼方面出岔子是假的，需要荒精也是假的。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引我来这荒域，给北修创造机会。剑无双，看来不是谁都能跟你一样，能够抵挡住凤灵诀的诱惑呀。冯涛呢？放心吧，自然会有人去照顾他的。剑无双，与其担心别人，你还不如好好担心自己吧。之前在灵岛内，我的确拿你没办法，可现在在这荒域，荒域如此凶险，在这里死1-2个人，那是很正常的。你难道不怕杀了我，你一样得不到我的意识运用法门吗？当然担心，所以我只想生擒你。
只要能够擒住你，我有的是办法从你脑袋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哼，动手吧！这两个人运用意识的手段是一样的。不灭之光，滚！废物，都是3星巅峰灵师，两个打一个，竟然被对方给压制住了。啊？那应当是意识攻击宝物，剑无双，你要小心了。去！没能强成这样，你好强啊！幸好有玄龟削弱了大半威能，我又有血煞降甲护体，不然刚刚那一矛之下，我必死。剑无双，这北修的实力很强，你也别藏着掖着了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明白。星辰秘术，我只有10个呼吸的时间，不能拖延。战诀，哼，找死！不灭之光，这北修施展的长矛，威能也就相当于3重天巅峰界神的一击，而我全力以赴施展不灭之光，再配合星辰之力的加持，也不会比3重天巅峰界神的一击要弱。正面碰撞，完全可以和他一拼了。竟然正面接下了我这一矛，哼！既然如此，那便让你尝尝这一招吧。这还是我掌握这一招来第一次施展，你也应当庆幸了。幻境，哼！对我施展幻境，真是可笑。什么？剑战士？好快的剑术！不好！剑无双，快住手！我的母亲是……你母亲？哼！你都要我杀了，我管你母亲是谁？哼！你都要我杀了，我管你母亲是谁？快去逃！快去逃啊！还有6个呼吸的时间，这些人一并杀了，去死吧！啊！剑无双，无双大人，饶命！饶命啊！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我一命！哼！往日的情分，笑我！哼！死！唉，10个呼吸，刚刚好。北修，3星巅峰灵师，在灵岛当中有着通天背景的大人物。你能够认出五兽控灵诀来，还知道他的来历，倒是着实难得。可惜，你太小瞧我了。意识攻击长矛，那北修的意识攻击其实也算不了多强，但在这长矛加持下，却变得极其可怕。这长矛绝对是一件了得的宝物，但现在它落入我的手中。这北修在灵岛上拥有滔天背景，其身家必然也非同一般。不知他的乾坤界内都有哪些宝物，有没有是我用得着的？好家伙，我虽然是星辰一脉星辰宫弟子，可抛开山河设计图，
血煞降甲、血风剑这几件独特宝物不说，还真没法跟这北修去比。天灵石这么多，同样是3星巅峰灵石，可有背景跟没背景完全就是两样。这是怎么可能呢？那北修在灵岛内名气极大，谁都知道他有着滔天背景，但那背景到底是什么，却无人得知。只知道灵岛内那些真神对他都很客气，而刚刚在他临死之前还刻意搬出他的母亲来。难道他的母亲便是魔羽真神吗？怪不得他能够认出我的五兽控灵诀来。以他的实力，自然有资格接触五兽控灵诀，从他口中得知五兽控灵诀的法门也正常。好家伙，我竟然把这位天灵大陆第一强者的儿子给宰了！杨无双，你在哪儿？冯涛，或已算计我，他应当不知情。我杀了北修。虽然没人在场看到，可那位魔羽真神动怒疯狂追查起来，依旧有可能查到我身上。而一旦我被查到了，我不会有任何机会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灵岛，甚至整个天灵大陆，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唉，待了将近300年，也该回去。天灵大陆，再见了。小家伙，天灵秘境一行是否还顺利？还算顺利吧。这是袁店主你交代的任务，我已经完成了。这些天灵经用处不小，你就自己收着吧。看你模样，秘境收获不小。哎，对，袁店主，我在那天灵秘境闯荡时，听人说起了天灵秘境当中的那位至高强者魔羽真神，据说他离开过天灵秘境，来万古混沌世界闯荡过。对，这位魔羽真神的确在万古混沌世界中闯荡过，甚至在10大圣地内还闯出了极大的名气。他的意识攻击非常可怕，在万古混沌世界绝对可以排得上前5，特别是他创造出的18修罗地狱这招更是了得。论整体实力，他也是名列真神榜，虽然排名比雷潮低一些，但也极为难得了。果然是这样。那位魔羽真神也知道他所处的天灵秘境在我星辰一脉的掌控中，当然不敢反抗，所以他曾以天灵秘境至强者的身份跟我星辰一脉做了一个约定。约定的内容是，我星辰一脉弟子可以自由进入天灵秘境当中历练闯荡，不管在天灵秘境中得到什么机缘宝物，都是自己的造化。若是这位弟子死在天灵秘境中，我星辰一脉也不得迁怒到天灵秘境众多修炼者身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
唉，快300年没回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秋月，公子，你从秘境当中回来了？刚回来。哎，为何我回来以后看到剑星上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你们都去哪儿了？公子，我们现在都在太原星上。太原星，药园，你们去那儿做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只是百里鹏大人刚好有点小事找我们帮忙。找你们帮忙？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现在便过去。秋月，公子，主人，你们都是我的人，不好好在剑星上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一群蠢货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懒儿！哼，当着我的面都敢偷懒儿，看样子是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，还无法让你们彻底牢记教训呢。蠢货当真找抽！什么？小子，你是谁啊？剑星，剑无双。剑无双，星辰宫弟子。啊，原来是剑无双大人，老夫百里鹏。百里鹏，是你将我的人带到这太原星上来的？这个，剑无双大人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来这里做事，而是他们自愿的。不信，你可以问他们。哼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都这样了，你还说他们是自愿的？剑无双大人，我是在夏风大人手下做事的。夏风大人为人仁厚，知道我们这些仆人不容易，所以才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去自行修炼。可这太原星上的事儿就没人打理了，所以我才会想请剑星上的诸位前来帮个忙而已。夏风大人是出于对我们这些仆人的体谅，是好心，我等自然不能拒绝。我想就算是剑无双大人你，也不想看到夏风大人不高兴吧？夏风，哼，下令让自己手边的人去修炼，却让我麾下的人替你们做事，倒是真可以啊。先不说这事儿是不是那夏风吩咐的，就算是，同样是星辰宫弟子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逼迫我的人来这太原星上做事，他有那个资格。而你不仅逼迫我的人替你做事，还出手教训我的人。敢教训我的人，今天我便好好教训教训你。饶命！剑无双大人，饶命啊！听着，这次的事儿，我不管是你个人的主意，还是那夏风真的有下达命令，总之一句话，我的人不经过我的同意，谁都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。走，回剑星去。我不在这段时间里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公子，是秋月没有管理好剑星。公子若是要责怪，就责怪秋月一个人好了。我并没有要责怪你们的意思，我只是想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。说吧。公子，你应当知道，在星辰一脉都是以实力决定地位的。那些站在最高层次的执法长老是如此，像公子你们这些星辰宫弟子、普通弟子也是如此，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同样如此。你是说，一开始来找你们麻烦的是罗泉？是他。这罗泉一直只是普通弟子，而星辰一脉的普通弟子是没有侍女仆人服侍的，也无法占据一颗偌大星辰。所以在公子你去那秘境闯荡后不久，这
这罗权便来到剑星，说要2名侍女去替你处理一些事情。仅仅是2名侍女而已，我权衡之后便答应了他。可后来他再次来到，却找我们要10名侍女。我不答应，这罗权便直接动手，还带着其他普通弟子来抢人。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报出公子的名字来。可谁知那罗权一点都不在乎，还说用不了多久，等那争夺战开始之后，公子你这星辰宫弟子的身份，包括这剑星，还有我们这些侍女，全部都是他的。现在他只是提前得到自己的东西罢了。哦，也对。如今星辰一脉2重天界神当中，因为之前有一位星辰宫弟子，在这5000年内已经度过了3重天神劫，成为了3重天界神，所以参加那争夺战的星辰宫弟子，就算加上我，也仅仅只有5位。5个星辰宫弟子名额，除了我之外，另外4个早就已经用实力证明自己了，他们的地位无可撼动，也就只有我。现在这星辰一脉公认的最不符合星辰宫弟子身份的人，当初我刚来星辰一脉时，这罗权还出手击败过我，都认为星辰宫弟子争夺战一到，我便会沦为普通弟子。那罗权是星辰一脉2重天界神弟子的普通弟子里面最强的一个，自然是我的星辰宫弟子名额就该归他的。哼，想的可真够好的。那罗权现在在哪儿啊？可在星辰一脉内？没，在200年前，这罗权也去一处秘境闯荡了。就是因为他去了秘境，我们才重新回到了剑星。可好景不长，就被那百里鹏逼迫去太原星上做事了。去了秘境？秋月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应当也不会一直待在剑星上，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尽量不要离开剑星。就算有人来找你们麻烦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，能忍的都先忍着，一切都等呢争夺战结束以后再说。是。好了，都下去了。秋月刚刚还向我请罪，说全部都是他的责任，可实际上造成这一切的都是我。想要令人敬畏，不敢造次，只能靠绝对的实力。那争夺战便是展露实力的平台，只有在那争夺战上将像罗权、曲阳这一类的普通弟子击败，甚至将其他4位星辰宫弟子击败掉，星辰一脉才会真正认可我这星辰宫弟子的身份，才会心服口服。争夺战，18修罗地狱竟然分为足足18层幻境。18层幻境，施展前3层只是勉强入门，施展前6层才算是小成，施展第12层则是大成，18层全部施展才是真正圆满。那北修对这门秘术仅仅掌握只是入门，哼，5年时间才领悟第1层。18层修罗地狱，18层幻境，越往后的领悟难度也就越大。我现在虽然领悟了第6层，但想要领悟第7层，起码也得花费上百年时间。可现在距离那争夺战开始，已经不足100年了。剑无双，你得到的这门秘术虽然只是意识攻击秘术，并非灵魂攻击秘术，但依旧颇为了得，对你的战力提升也非常巨大。你若是在厮杀当中施展出这一招，意识强度没有达到3重天界神巅峰的，怕都很难抵挡得住。差不多吧，不过就算能够挡住，要是没有能够及时从幻境当中挣脱开来，结局还是一样。凭这一招，接下来的争夺战上，你应当可以从容应对了，也有一定把握保住你这星辰宫弟子的身份了。只有一定把握，却并不绝对。剑无双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还不到200年时间，这段时间我依旧可以想办法去提升实力。星辰一脉麾下掌握4大秘境，我才仅仅去了危机最低的天灵秘境，还有3大秘境没有去闯。这3大秘境当中，有着更多的机缘，历练效果也会更强。剩下的时间，便选择其中一处秘境去闯荡吧。
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也该离开这儿。龙岗秘境90年，我的剑术还有近身厮杀能力都有极大提升。不知凭借现在的我，距离星辰塔的第2层还差多远？星辰塔每一层都是一个巨大台阶，我之前闯过第1层时颇为的勉强，现在虽然剑术跟厮杀技巧都提升了不少，但想要闯过第2层却还要差上不少，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修炼才行。我在龙岗秘境当中闯荡，让自己的灵魂之力一直处于最松弛的状态，达到全面的放松。而现在这幻心海子可以让我的灵魂之力再次紧绷，这一松一紧是我现阶段的唯一可以突破这层瓶颈的机会。30层幻心海，就看我能闯多远。就这等层次的幻境，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这是剑无双，竟然带着界外大批强者来到清火界，一个叛徒！剑无双，都是你，是你将这些强者给引来的，我清火界都是因你而灭的。剑无双，你是我清火界的罪人。幻境都是假的，不管如何真实，都是假的。区区幻境，给我破！还差一点，只差一点了，破呀！突破了，竟然真的突破了！剑无双，你的胆量倒着实不小。你这一松一紧，虽然有可能让自己的灵魂之力在巨大的刺激下取得突破，但同样也有可能给你的灵魂造成重创，甚至还会影响到灵魂之火的。也幸好你运气不错，让你突破了，要不然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能够在星辰宫弟子争夺战之前，令灵魂之力取得突破，这是最好的。第19层，一个2重天界神，竟然闯过了第19层，好可怕的意识！星辰一脉很久没有出现过意识这般了得的小家伙了。这件事，我必须立即禀告给元店主知晓。这剑无双虽是逆修，可再怎么说也仅仅是一个1重天界神，他的灵魂之力强度竟然达到这般地步。看样子即将到来的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将会非常有意思。都盯着我看，看来都想得到我的星辰宫弟子名额了。差不多了，直接开始吧。先从1重天界神开始。人倒是不少啊。剑无双，原本你也应当在这群人当中的。我？跟5000年前那届一样，这届争夺战也分2轮。第1轮是闯至尊楼，一个个去闯。你们在里边的表现，我与诸位执法长老会看在眼里。等所有人闯过之后，我们会选出最强的10个人来进行第2轮轮回战。开始吧。段天红、于江、秋玉，你们10个可以进入第2轮轮回战。这10个人都是在那至尊楼中待得最久的10个人。剑无双，是不是心底很不是滋味，很憋屈？你若是以1重天界神的身份去参加这轮回战，那根本没有任何悬念，你可以轻易取胜。可现在，嘿嘿，你只能干看着。哼，就算我以2重天界神的身份去参加2重天界神争夺战，我也未必不能取胜。有什么憋屈？你有这样的心态就好。人嘛，要往高处看，
跟这些一重天界神比斗，对你来说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可你若能以一重天界神的境界夺得这二重天界神的争夺战的第一，那才是真正的厉害。第一？那段天红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！他上一届便是以第一的身份夺得了星辰宫弟子名额，这一届也是一样。听说他用不了多久就要渡第二重神界了，一旦渡过，成为二重天界神弟子，到时候他想要在争夺战上夺取第一，怕就没什么希望了。能够连续夺得2次争夺战的第一，已经很了得了。所有二重天界神的弟子们，都过来吧。星辰一脉的二重天界神弟子，比一重天界神还要更多。那4个人，他便是星辰一脉二重天界神弟子当中的最强的灵飞白。据说1000年前，这位灵飞白在外闯荡时，曾跟一位3重天巅峰界神交手，结果与对方拼了个旗鼓相当。灵飞白，我倒是真想跟他正面一战。规矩就不用我说了，现在我念到谁，谁就去那至尊楼内闯。第一个，陆云。下一个。41个呼吸，他竟然在至尊楼内待了足足41个呼吸的时间。天哪，除了他以外，我们这些二重天弟子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人，也仅仅只在那至尊楼待了20个呼吸啊，只是他的一半。这灵飞白太可怕了，这家伙，这怪物竟然能够在至尊楼内待上足足41个呼吸，这灵飞白可真够厉害的。下一个，剑无双。瞧，星辰宫弟子，咱们的剑无双师兄来了。剑无双，我之前一直在秘境当中闯荡，并不知道他，可回来之后，我却看到了他之前跟一些弟子交战的镜像画面。我只想说，就凭他的实力，哪来的资格成为星辰宫弟子啊？谁知道呢？不过都无所谓了，反正这争夺战后，他就是普通弟子了。战魁，星辰一脉3大试炼之地，其中星辰塔、幻心海我都已经闯过了，唯独这至尊楼还不曾试过。哼，这3尊战魁的攻击威能竟然这么弱？不对，他们的实力在不断提升着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战魁的实力是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提升的。难怪在这至尊楼内停留的时间越长，代表的实力越强。对手是战魁，而战魁是死物，本身就没有意识。我的灵魂攻击对他们一点作用也没有。我的幻术以及任何针对精神、意识冲击方面的攻击都没有任何作用，只能依靠武兽控灵诀进行实质化的攻击。意识攻击，很强的意识攻击。我星辰一脉二重天界神弟子当中，竟然有一位在意识方面如此擅长的。他施展意识攻击的手法也很了得。这小家伙，便是雷朝你不久前带回来的那剑无双吧？是他。不是说这小家伙实力极弱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星辰宫的弟子吗？可现在，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就在前几天，这剑无双闯过了幻心海的第19层。第19层？那岂不是说，他的意识强度已经达到3重天界神巅峰了？17个呼吸，这剑无双竟然在至尊楼内待了17个呼吸的时间。17个呼吸，已经超出绝大多数弟子了。论在至尊楼内待的时间长短，
他应当可以排在第11位。800年前，他在我们这些普通弟子里边都是最垫底的，现在竟然可以排在第11名。17个呼吸啊，不错。可惜，单单这成绩，连参加第2轮的机会都没有。哼，这剑无双短短800年，进步倒是挺大的嘛。不过，也仅仅只待了17个呼吸而已，而我却在至尊楼待了18个呼吸的时间，我比他更强一筹。而现在已经出手的这些弟子当中，我排在第10位，不出意外，参加第2轮的10位弟子当中就有我。至于这剑无双，第11位，倒是刚好被排除在外了。这是我拟定的参加第2轮轮回战的弟子名单，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既然都没问题，那我便宣布结果了。凡是念到名字的10位弟子，可以参加第2轮轮回战。凌飞白，按照在至尊塔内待的时间长短，这最后一个名字肯定是我的。最后一人，剑无双。剑无双？怎么可能是剑无双？不可能的！按照在至尊塔内待的时间，我明明比剑无双要多出1个呼吸来，论排名我也要比他高。参加第2轮轮回战的最后一个名额，怎么可能不是我而是他？这不公平，我不服！诸位大人行事不公，鹿晗不服！刚刚宣布的结果是原店主与我等众多执法长老共同的决定，我等一致认为，剑无双，你比鹿晗更有资格参加第2轮的轮回战。一致认为，鹿晗，雷潮大人，我知道